Hello， 大家好，我是课代表。相信大家应该都看过课代表之前关于乔碧罗、乔奶奶的视频了。这件事在2019时可谓是轰动一时。斗鱼直播上坐拥10万粉丝的大主播居然翻车了，人设一直都是甜美可爱的乔碧罗殿下的真身，居然是一位58岁高龄的乔奶奶，吓得乔奶奶的榜一也是连夜扛着火车就跑。本以为这事会随着乔奶奶退出直播间而结束，但是最近课代表突然接到了热心网友的报案，什么乔碧罗又出来作妖了。于是课代表便连夜扛着火车前去调查，而最终的结果却也是让课代表都哭笑不得。事情是这样的，前不久呢，有一位网友给课代表发了这样一张截图。好家伙，原来乔奶奶你也还没有退役啊，居然转换思路，摇身一变就成了 B 站的虚拟主播了，这都给你来一个绘图转生。课代表在疑问的同时啊，也不得不佩服这位58岁高龄的乔奶奶了。但这同时也燃起了各位网友心中想要吃瓜的火焰。于是课代表与网友们也是纷纷化身福尔摩斯，开始在 B 站的虚拟主播板块开始了一波大调查。而之后的发展让课代表也是不得不佩服乔碧罗殿下，真不愧是我们的乔奶奶，无论去了哪里，人生都是一样的充满戏剧化。课代表一开始本以为会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大工程，却没想到会因为一位舰长实在受不了锁粉主播的不断要求续舰，然后怒而出来检举。这也让广大群众们很快便锁定了目标，就是这个名叫玉三苏的 B 站虚拟 UP 主。我现在先把我的 Steam 登录一下。好家伙，不露脸萝莉音，个性十足的笑声，加上视频中那独树一帜的聊天方式，课代表敏锐地嗅到了一股熟悉的恐惧感。而热心的网友们也很快就聚集到了玉三苏的最新视频中。各位网友们在看过玉三苏所发布的视频之后，大概和课代表一样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感觉。于是网友纷纷在视频中发道：奶奶辛苦了，殿下又见面了，回来了回来了。但是仅仅因为这股熟悉感肯定是不够，所以为了能够一锤定音，网友们也是纷纷拿出收藏多年的乔碧罗早期视频来对声音进行对比。好家伙，这声音吧，也不能说毫不相关，只能说是一模一样了，也是让课代表铭刻在 DNA 里的恐怖画面又一次的浮上心头了。但很快玉三苏便做出了回应，声称自己只是二次元广播的小透明，不是你们的乔奶奶。随后更是发出了一张自拍照来证明自己的清白。看着照片上清新可爱的小姐姐，课代表也是和很多网友都泛起了迷糊，这次难道真的找错人了？但很快事情发展的戏剧性就远远超出了课代表的意料。原来照片中的小姐姐并不是玉三苏，而是另外一 B 站账号名叫唐朝板栗的小姐姐。乔碧罗居然又一次上演盗图行为，这位小姐姐也是表示自己被骗了，而且很快便在 B 站上发了一个视频来证明清白。她表示自己并不知道玉三苏是乔碧罗，曾经和玉三苏是网络上的好朋友。玉三苏曾经多次要求自己加入工会成为主播，但是都拒绝了。而后玉三苏请求唐朝板栗小姐姐帮忙，希望能够帮助她完成 B 站的认证，所以才会被乔奶奶拿到了那些照片，但是也并没有允许她将这个照片进行商用。目前唐朝板栗小姐姐也已经报警了，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而后在网友们的不懈努力之下，更多关于玉三苏的黑料也被各路的网友曝光了。仅仅因为粉丝不续舰长，便将其直接踢出了粉丝群。还有在粉丝不续舰长后对其的声讨，还盗用其他网红的照片来制作周边，将照片打印在抱枕上送给粉丝。这不得不说，这吃相也是有点难看了。知道真相后，课代表也是和很多愤怒的网友一起冲进了玉三苏的账号，却发现我们的乔奶奶早就已经将所有的视频和动态都删光，带着网友们的怒火光速跑路了。对此课代表也只能表示，这乔奶奶的经历可真丰富啊。喂，怎么了？什么？你说乔奶奶除了玉三苏之外还有其他的账号？通过群众雪亮的眼睛和所过之处寸草不生的搜查力度，终于是发现我们还是低估了这位58岁高龄的乔奶奶。乔奶奶在 B 站的账号可不止这一个，但这一切可都逃不过群众的眼睛的。于是剩下还未被发现的账号也都是被挖掘了出来，紧接着各路 B 站账号也是纷纷被官方查查。原以为这次的瓜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课代表还是低估了乔奶奶的业务范围。经过网友又一次的检举，
课代表居然发现乔奶奶居然在 Twitch 上也有直播，而且更是借用越来越强大的中国邪术镜头美颜术，居然开始了露脸直播。直播内容嘛，就一言难尽了。各位同学们可以看一下，把你们的感受打在评论区。遥想当年乔奶奶未露脸之前，也可以算是斗鱼上炙手可热的大主播了。坐拥着10万的粉丝量，加上当时榜一也还没有连夜扛着火车跑路，这一切也都让他无论和谁打 PK 都是底气十足。而如今的乔奶奶却只能在 B 站玩起了一些新的小透明账号，从零开始，这也不禁让同样的小透明课代表有了些唏嘘。但唏嘘的同时，课代表也是又一次的领会到现代网络科技的进步，让网络世界上出现了更多可能性的同时，也是给予了很多像乔奶奶这样心怀不轨之人机会，让他们可以在网络世界兴风作雨，肆意妄为的欺骗网友们的感情和金钱。大家可以通过各种社交平台记录并分享自己的生活，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借此去浏览其他人的生活是怎样的。一般来说，大部分人的生活最多就是晒自拍、晒风景、晒美食，我们平常也经常能够见到与之相类似的。那么你见过有人晒零花钱的吗？而且一晒就是100万。是的，你没有听错，100万只不过是人家的零花钱。不出所料，这位晒100万零花钱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了。他究竟是何方神圣，竟能如此豪横呢？晒100万零花钱的这位是美少女圈的一位网红，名叫卵母细胞。别问课代表也没找到他起这么一个名字的原因。卵母细胞最开始是因为高颜值以及傲人的好身材而瞬间爆红，之后他就开始给网友出一些美妆教程之类的视频，目前在微博已经有266万的粉丝，也算是一个大博主了。而这位大博主的日常之一就是喜欢炫富，就像开头说的那样，卵母细胞用他的小号晒了一张银行流水截图，并配文：我妈说给我打零花钱了，转抽一位粉丝1000吧。那么他妈给了他多少零花钱呢？我们不妨来数一数，6个零，前面还带了一个1，整整100万竟然只是零花钱。不仅如此，卵母细胞之前还说他上小学的时候每个月才只有1000块的零花钱。可能是课代表的语文学的不太好，只有这个词真的是这么用的吗？如此毫无人性，也难怪会有网友羡慕认他当妈了。随后他妈妈也转发了这条微博，还说他只抽1000块送粉丝太少了，让他抽大点。课代表不懂了，这难道就是有钱人的乐趣吗？之后他妈妈随手拍了一处江南水乡的白墙黑瓦庭院，说这地方的风景漂亮到说不出话来。评论里卵母细胞只评论了2个字：懂了。正当课代表疑惑他懂啥了的时候，看到粉丝的回复才明白，原来卵母细胞是要给他妈妈买下这座庭院。这就是有钱人买房子的方式吗？课代表甚至已经开始脑补霸道女总裁到处购置豪宅的大戏了。其实也不用脑补，因为卵母细胞已经帮我们把流程具体化了。有次朋友问他怎么跑到海口去了，他回复说买房。朋友好奇地问他，海口难道值得投资吗？人家则用十分随意的语气回复，主要是我妈妈喜欢海南，买一套送给她，没想过能升值。他的妈妈为了放家具，甚至专门为此买了套房，但关键是房子还没有家具贵。而卵母细胞和朋友讨论买房，就像是讨论打折的衣服一样随意。去卵母细胞的微博逛一圈，课代表甚至感觉自己都快要不认识钱了。他会一边喊着没钱开启贫穷模式，一边做着800块一次的美甲，然后顺便在评论区无意中透露银行卡支出了3.75万，说一句耳机掉了，她男朋友迅速打钱让她买副新的，还多出几十块。她帮她爸爸充1万，她爸爸会还她2万。跟朋友抱怨最近没钱了，朋友会立马转账1万块钱让她随便花。而且最关键的是，这样的朋友还不止一位。试问在座的各位，谁不想拥有这样的朋友呢？而在出行这一方面，车是一定要打的，哪怕是在打车十分昂贵的日本。在日本4天，他光打车就花掉了大多数人1个月的工资。有1个月他录了一个开箱视频，开箱总价值在30多万。之后他痛定思痛，决定给自己定个小目标，1个月只花10万块。大家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但毫无意外的是，那个月他又花超了，最终花了有17万，真正做到了花钱如流水。仅20出头的卵母细胞申请了 Gap Year， 开始自己创业，不仅开了家网红公司，签了不少美女，还在杭州西湖的边上开了一家酒吧。从以上种种事迹想来，卵母细胞必定是家底殷实，才能经得起如此消费和折腾。难不成这又是哪一位巨富大佬的千金前来给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开眼了？可在网友深扒他的履历之后，就感觉有些不太对了。之前也说过，卵母细胞其实很早就已经走红网络了，不过那会儿他还在新加坡留学，10岁就被妈妈送到新加坡上学，想来家境还是可以的。
在那一时期，他打造的还不是白富美人设，而是童颜巨乳的清纯萝莉人设。不信你看这个衣服，它是不是又大又偏题了。虽然我们不清楚这种萝莉脸和魔鬼身材究竟是怎么能缝合到一起的，反正当时他靠着这一点成功吸引了一大波粉丝，甚至还火到了台湾，让台湾的一众网友也是直呼正妹很可以。我们也不清楚他为什么后来会改走白富美的人设，但也正是因为这个人设，让网友看出了一丝纰漏。虽然用卵母细胞朋友的话来说，他是个正经的富二代，是真的有钱。虽然他每天在微博买房像买菜，他粉丝也说看他家像是清朝博物馆，但是他微博晒出的房子也确实和普通小区住宅没什么两样，真不太像巨富家庭。但也可能这只是人家众多房产中的一处也说不定。但之后就有人扒出卵母细胞的100万零花钱的截图其实是 P 的，难道白富美人设就要这么翻车了吗？不过稍后就有知情人士透露，那张图确实是真的，但并不是给他的零花钱，而是另有他用。至于家庭条件嘛，最多算是普通有钱，因为签了公司，所以需要打造白富美的人设。卵母细胞的家境肯定是达不到巨富之家的水平，但比你我有钱肯定是真的。除了豪门千金的人设翻车了之外，顺带翻车的还有他的 P 图和容貌。早期卵母细胞的自拍图都是脸小胸大腰细屁股翘，堪称完美，而且平常发自拍每张脸都有自己的想法，绝对不会出现同款。说实话，课代表在看他这些精修照的时候一直有一个疑问，这真的都是一个人吗？完全看不出相似之处啊。在之后的一个 vlog 则回答了课代表的疑问。在视频截取的片段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胳膊的粗细，要说体重只有100斤以下也太勉强了吧。而别的截图也能够看出其真实身材还是比较敦实的。还有这个侧面，说是虎背熊腰也不为过吧。或许是因为没穿内衣的缘故，他的胸部甚至还有些许下垂，但在他发布的精修图中，虎背熊腰却彻底消失不见了。而在她男朋友发的视频中，她的体态也着实有些一言难尽，以至于有网友猜测卵母细胞的体重可能在120到130斤左右。这时我们再拿她的精修图对比一下，P 图小天才的名号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当然了，她 P 脸也不是没翻过车，这个自拍和他拍就差了有2-3个头。对于 P 图这件事，卵母细胞也很大方的承认了，每个 P 图软件的参数不一样，所以脸才会千奇百怪。别说，人家还挺耿直。除了 P 图外，还有一点经常被拿来讨论的就是他有没有整过容。对此人家也大方承认，说是动刀割了双眼皮，鼻子打了针，种植了发际线。但又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卵母细胞早些年说的是双眼皮是贴出来的。至于鼻子打针这件事，有网友拿出了他整容前和整容后的对比照，效果这么好，真的是只靠打针就能有的吗？不过卵母细胞则对这些质疑不以为意，还霸气回怼，老娘有钱爱整咋了，你有钱你也整啊。其实社会发展到现在，大家已经对 P 图和整容这些事有了极大的包容心，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可以理解。这些也不能算是什么黑料，有时候大方承认反而会让网友觉得真实不做作。只不过千万不要打造什么巨富之家又瘦又美的人设，实在是太容易翻车。在这个社交平台超级发达的时代，素人也能凭借自己的实力收获一众粉丝，通过成为网红来体验一把小明星的待遇。在时下的网红梯队里，井川里羽就是个中翘楚。2021年10月，这个刚满20岁的姑娘成为某音美女榜 TOP 15的人物，且以1737万的粉丝数断层位列第一。这个被粉丝们誉为纯欲天花板的姑娘，出现在网络上的时间不长，却曾经创下3天内增粉800万的记录。一个普通人被瞬间而来的流量推到了新的位置上。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走红之后的井川里羽迎来了一系列他从未想过的难题。Hello， 大家好，我是课代表。此前有人爆料了一张井川里羽的素颜照，照片里他正在火锅店吃饭，戴着眼镜，没有化妆，整个人看起来不仅没有视频里那么有气色，皮肤还很黑，穿着也很朴素，跟视频里的样子大相径庭。照片一出，大家的议论声不断，渐渐的，很多人对井川里羽的评价就没从前那么好了。有人说他是10级美颜患者，说他是见光死，还有人直呼心脏受不了。没想到这个初恋脸还是塌房了。更有甚者，还拿他和当初翻车的乔碧萝做比较，说井川里羽是另一个乔碧萝。也有人说井川里羽很真实，女孩子并不是只要出去吃饭就会化妆。还有网友试图请教她的化妆技术。众说纷纭之时，这张照片也被拿到井川里羽面前公开处刑了。
他本人并没有否认，还大方承认照片里的女生就是自己。井川梨羽表示，自己那天没有化妆不假，厚厚的眼镜片是因为他近视。他还特别强调，自己并没有照片里那么黑，他其实是黄皮肤，而大家之所以会看到那么黑的自己，很可能是对方手机像素或是光线问题造成的。井川梨羽一直都说自己私下里其实很普通，并没有视频里那么亮眼。对于网友的嘲讽，他也开玩笑回应称，下次一定穿晚礼服下楼吃宵夜。虽然素颜照曝光了，但井川梨羽大方承认并做了解释的举动，还是得到了很多网友的点赞。他耿直的性格也为他圈了不少粉。然而，网络上的风光并不能掩盖原生家庭带给他的痛苦。在童话版本中，井川梨羽或许应该有一个爱他的父亲和一个疼他的母亲，过着公主般的生活，直到长大成年，出落得亭亭玉立。然而事实的情况是，在井川梨羽很小的时候，他的爸妈就因为感情不和而离婚分手，随后迅速组建了新的家庭。有一首歌名叫《哪里有我的家》，其中唱到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这首歌道尽了离异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不能言说的辛酸。可井川梨羽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缺乏安全感，敏感内向，逐渐成为了原本活泼可爱的他的性格底色。幼时的井川梨羽要么是在奶奶家生活，要么是跟着妈妈在妈妈新组建的小家庭里生活。但对于井川梨羽来说，无论是奶奶还是妈妈都没能给予他最需要的安全感，反倒是自己的小姨和姨夫成为了他对于家庭温暖的渴求。井川梨羽的小姨很爱他，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不在身边，井川梨羽就哭闹着不肯睡觉，他的小姨就背着他上上下下的走楼梯，一走就是1-2个小时。楼梯走完了，小姨累出一身汗，井川梨羽也睡着了。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有80%的时间都是与小姨和姨夫一起度过的。把他从奶奶家接走最多次的不是妈妈，而是姨姨。姨姨对于井川梨羽的爱，一半是出于喜欢，一半是出于怜爱。这份爱直到长大后也没有减少。每次井川梨羽去姨姨家，桌上的菜都是他爱吃的。每次过年，井川梨羽的红包总是最大的。姨姨学会做蛋糕之后，第一时间会给他打电话，叫他去吃。在后爸家住得不愉快时，姨姨会马上骑着小电动来接他回家。在井川梨羽赚钱后，会嘱咐他存好自己的钱，以后生活用。从井川梨羽的描述中，他的这个姨姨是几乎可以媲美母亲的存在，给予他的爱比他的双亲给予的还要多。事实上，井川梨羽的父母压根没有给过他什么亲情。井川梨羽情绪失控时发文称，自己10年间只见过父亲4面。在他的印象里，父亲是一个吊儿郎当的人，每次出现找到他都有着荒唐的理由，大部分时候是为了找他要生活费。没错，是父亲为了生计找未成年的女儿要生活费。在井川梨羽的印象中，上一次见父亲还是在高3那年快要高考的前期。他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时隔多年不见的父亲突然来学校找他。面对父亲久违的接近，他还对朋友开玩笑地说，不会是要来找我要生活费的吧？实际上，井川梨羽的心里并不是这么想的。他抱着父亲是想他了，担心他高考焦虑，所以来看他的美好愿望，去见了许久未见的父亲。结果没想到，他的父亲在见到他的第一眼就说，帮爸爸回奶奶家偷个户口本吧，奶奶不肯给我，你找个借口说你读书要用。听过这话，心中埋藏着无限憧憬的井川梨羽像被凉水兜头浇下，心里绷着的那根弦顿时断掉。他终于搞明白了，父亲这次找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自己刚刚出生的2个儿子，2个还没有上户口，奶奶也不愿意承认的儿子。即便失望心死到极点，井川梨羽还是答应了爸爸的要求。心软懂事让他压下了心中的痛苦。在回家的路上，井川梨羽还是忍不住哭了出来。在年少的他心中，父亲的这次探望几乎打碎了他对这个世界所有美好的向往。在车上，我把这辈子的眼泪都流完了，也再没对谁有过期待的想法了。井川梨羽如此形容道。后来，井川梨羽高中毕业，从老家广东离开，去一所职业技术学院读书。从他的学校可以看出，中学时期的井川梨羽成绩并不突出。此外，他还是个重度2次元爱好者。上学的时候喜欢跳舞，到了大学也依旧保持着这个爱好。如果说学习成绩不算优秀，家庭情况也不美满的井川梨羽还有什么过人之处的话，漂亮应该算得上其中最突出的特质。
刚刚20岁的景川李宇长了一张元气十足的脸庞，大眼睛、高鼻梁、乌发雪肤，看上去像是乖巧的中国娃娃。进入大学之后，随着社交软件的风靡，景川李宇也开始爱上了经营自己的账号。本来就喜欢捣鼓各种各样造型的他，在一个个视频中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感，也渐渐发挥出自己爱打扮的特长，将账号经营的有声有色，收获了一大群粉丝。成为网红之后，景川李宇开始有了一部分收入，这笔收入大概还不算少。事情传到父母的耳朵里，年久不联系的父亲动了心思，开始张口向自己的女儿索要生活费。一个还在上大学的女儿，倒成了老父亲与2个年幼弟弟的经济支柱，传出去简直滑天下之大稽。景川李宇几次三番向父亲表达自己没有钱了，自己并没有义务承担他们的生活，但父亲永远都是一句下次不会再问你要了作为敷衍，至于下次当然还是继续向他开口。这样遥遥无期看不到头的日子让景川李宇也感到十分崩溃。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来治愈，而从小就渴望父爱母爱的景川李宇，在得知自己只是父母的提款机后，无处宣泄情绪的他开始把自己打扮得越来越叛逆，靠和网上那些黑粉谩骂疏解心中苦闷的情绪。后来他终于下定决心要走出原生家庭带给他的阴霾，想要谈一场甜甜的恋爱，但是没想到碰到了一个软饭硬吃的渣男。景川李宇的第一任男朋友也是一位网红，而且还是一个长相清秀的小鲜肉。在一起时，男生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两人在一起时狗粮一波一波的撒。每次景川李宇直播时，男朋友都会到直播间向她表白，但是两人的关系还是没有保持太久，因为真正的爱情应该是双向奔赴，而不是只有一个人单向付出。两个人在一起时，无论是吃饭还是外出旅行，钱全部都是由景川李宇一个人承担，甚至就连男生买卷子没有钱都问景川李宇要。这段关系最终迫于现实的压力结束。景川李宇的第二任男朋友还是一位网红，与上一任的小奶狗不同，这一任的男朋友染了一头火红色的头发，加上超高的颜值，给人一种又拽又奶的感觉。不过两人公开恋情不久后，就被爆出两人在还未确认关系时就曾在一起过夜，但是就是不肯承认恋爱关系，男方还放言当时只是在暧昧期。不过景川李宇放飞自我后，身上的污点可不只是感情上的。在他社交账号里的视频中，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他不经意间露出舌头上的舌钉，而他略微魅惑的表情加上若隐若现的舌钉，也被网友质疑他在打擦边球，更是被人称为擦边球天花板。那么你们是如何看待景川李宇如今的行为的呢？本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各位同学，下期再见。